大家好，这里是袁某人。恭喜 HLE 拿下这次26年 MSI 的冠军，3-2击败了标具，终结了他们黄金之路的可能。这个 BO5 从游戏内容看是非常精彩的，有肌肉有博弈，只是结果对 LPL 粉丝来说确实有点心碎。但人生就是如此啊，总是有胜有败嘛。我其实也挺想和大伙细聊一下游戏内容的，但现在我嗓子真的有点问题，所以没法录音录太久，就喉咙真的很疼。所以这期就挑整个 BO5 我认为的重点，讲一些我觉得大伙可能感兴趣的部分。首先是韩华的调整，大伙可能很诧异，怎么前一天刚和被 BLG 零封的 Lion 打成这样，决赛上突然又好起来了。就今年全局 BP， 大伙是不能把 BO5 的比分直接等同于两队实力的，因为全局 BP 下 BO5 越往后变量越多，很容易出现10-0开的对局。而去年这点没有特别明显，是因为换线的存在，导致整体的 BP 还是偏攻势。但今年随着各种版本的调整，你很难说什么英雄真的强到非ban无解的那种程度，所以你班位怎么弄，你的 pick 顺位如何，都会导致 BO5 的走势完全不同。我其实一直非常认可丹尼那种先慢慢试探对手，然后在 BO5 后半段一击必杀的 BP 策略，只是说这个 BO5 面对守正出奇的红米，丹尼反而有点落入下乘。就这届 MSI 是不是大伙从体感上爆冷还蛮多的，整体更激烈了，包括整个赛事生态，感觉红蓝方是不是感觉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啊？但实际上本次 MSI 的3-0横扫率有差不多70%，比过去的平均30%要高非常多。同时本次 MSI 的蓝四方胜率也高达66%。但这些异常数据并不是说这次 MSI 版本它有问题，恰恰相反，我觉得本次 MSI 还挺精彩的，各种绝活底库层出不穷。我想说明的是，现在的全局 BP 它考验的重点是在变的。我们去掉去年那种进入了全局 BP 但因为换线所以依旧攻势的版本，拿全局 BP 和非全局 BP 比，后者更考验 BO5 的调整能力，就是我擅长什么，我怎么用 BP 来帮我把最擅长的东西规避掉，说白了就无限发挥自己的长板嘛。但在全局 BP 后这个逻辑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你的长板再长也会用完啊，如果对手消解的好，哪怕再 C 你 BP 还是得要做交换的，别人抢加班你再牛都给你按完了。所以全局 BP 下绝活英雄池更重要，同时 BP 的大策略也很重要。这也是为什么韩华打 BLG 的第一个 BO5， 包括打 Lion 的第一个 BO5， 他们那么难受的原因，因为他们此时的 BP 策略啊是一个上位心态，就我 LCK 1号种，我肯定希望发挥我自己的节奏优势，我让 Delight 这个点有用，我让我的辅助跑起来，然后助力卡纳比野区滚雪球，我怎么虐 G2 的，我就怎么来虐你 BLG 和 Lion。所以这2场比赛韩华都打得非常艰难，因为他是按照发挥长板的老牌 BP 思路来做，对他们的短板几乎没有掩护。可 BLG 也好 Lion 也好，都对你的习惯做了准备。其实韩华真正的弱点在哪儿呢？不是卡纳比，因为卡纳比本身的英雄池加他的风格就是这样，能研发也能 C， 你只能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点，但它不是弱点，只有卡纳比被突破时才变为弱点。所以我们从 BP 角度啊，哪怕卡纳比这把送了，他下一把在 BP 上的优先级也是不会变的。实际上韩华真正的弱点还是 Delight， 这个问题韩华也很清楚，不然不会在第2赛段中期换新人上来试个2-3把。Delight 擅长游走，擅长开团应付，所以当下路法师能登场后，游走辅抬头，所有人都会认为 Delight 会如鱼得水，但偏偏在2场 BO5 里，韩华遭受了迎面痛击，就是因为 Delight 玩这种开团游走辅助很尴尬，赢的局和他有关系吗？有，但也不大，可输的局他就完全的副作用。大家要注意这个副作用啊，这个游戏不是只分有没有作用，还是有拖累队友的副作用。所以红米发现这个苗头后，在决赛上很明显调整了 Delight 的定位，就是你别走了，我当然知道你的游走辅可能比你的软辅更顺手，但无所谓，我不追求你擅长，我可以接受你零作用，但不能接受你副作用，这就是韩华的调整核心。大家看 HLE 打 BLG 的这个 BO10， 你会发现 Delight 玩游走短手他都输了，玩长手反而都赢了，不是他的长手容易赢，而是他的短手太容易输，他会一直成为 BLG 的破绽狂弄。所以红米整个系列赛，你说他除去宙斯这个点做了很多别具一格的 BP 吗？其实没有，甚至宙斯那些英雄大伙也能预料到，毕竟 Dokla 已经尽力去打出宙斯底牌了，甚至心态都差点给人打崩了。但到了决赛上，韩华的 BP 反而看着好像比 BLG 要更完整一些，更完整不是红米灵机一动了，本质还是因为队伍里他有稳定的支点，哪怕我拿了劣势对位，我也能有作用，才会显得韩华的 BP 不错。其实我们结合韩华的风格来讲，这个追求前期快速进攻，利用野去滚爆对手的韩华，已经是在用自己不那么擅长的打法去应对BLG了。卡纳比后面都不怎么进 F6 了，某个曾经是副作用的点位变成了零作用或者正作用，就意味着消解了BLG在 BP 投入的价值。第一个 BO5 韩华用长板碰BLG长板，可决赛这个 BO5 韩华是用不那么擅长的方式来碰BLG的短板，那你能接住我给你赢啊，那这就是红米的 BP 守正出奇，他只会给核心的大哥有无限的空间，除此之外的配件选手更多的就是允许你零作用，不会给你什么证明自己的机会，我不追求什么神之一手，只求不要连累。他的 BP 追求4平8稳才是底色，也因此他抓到了冰这个短板，一如23年那样。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看到了丹尼的魔力在失效。
按赛后丹尼的采访来说，他并不是没有想过韩华会给宙斯拿乌鸦蒙多这种英雄。从 BP 逻辑上看，标剧的阵容也不是没有赢点，属于我知道你会出，但我就是处理不了。这其实是标剧的 BP 困境。说白了，咱不能只盯着标剧打 T1 打韩华时那些选出来就10零开的 BP， 你真把丹尼当神仙了。BO5的 BP 是需要伏笔加预期不停的结合的，就不站在结果回推，而是站在当下视角来看。我们就说第4把，标剧放出卡纳比的巨魔，给表现非常火热的勋哥拿千珏去 counter， 去保证我前2把状态超好的勋有一个对位的野区优势。这个出发点有问题吗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呀。就 BP 它一定不是既要又要，它有取舍，只是这个 BO5 我认为丹尼的取舍没有做得很完美，尤其是冰的整个竞技状态如此低迷的情况下，丹尼没有给左手预留足够的空间。第4把的圆雀本质还是一个服务于野区，而非自己独 C。我的角度选左一或者妖姬都比选岩雀好太多。马后炮来说，让韩华针对左手确实是比让他们无脑针对冰要好的，毕竟左手扛压能够处理的蛮好。但归根结底，这就是当下世界最强2支队伍的碰撞了。即便是丹尼也不可能算无一策，就像他自己所说，这场比赛他也动摇了。BO5 就是这样啊，此消彼长。这个决赛丹尼的魔力失效可以说有2点，首先就是标剧下路的单挂法师很难用出来，因为韩华不会无脑的给 Delete 选游走，让 Viper 那么舒服的去单挂了，你没有土壤就没办法。而基于第1点，第1把标剧吃的亏太大了。我们从结果来看，第1把首先左手被烧掉了2个能 C 的英雄，而后招牌辛德拉全程被按，这种情况下中路能稳定兜底吃资源带队的英雄1把就被烧干了，而且标剧还没赢。其实标剧拿鳄鱼是有点想复刻前面逻辑的，大伙一起把资源投入到上半区呗。本来呢青钢影巴德1人1个，甚至我们看班人标剧都是不办辅助的，结果韩华下路他不接招啊，他给 Delete 血软辅了。我觉得这是整个 BO5 的转折点，因为 BLG 这个队伍其实下路打对线的体系是比较少的，在第2赛段整体就是抗压位，如果要上强度，标剧下路一般就是蜘蛛女警，而第1把标剧的女警发条维克多盲僧朗姆全部掉了，还输了，这对于标剧来说真的太伤了。反而对于韩华来说其实就还好，过去我们常说标剧的 BP 往往是越往后越强，但这次局面真不一样。第1把我觉得最失策的是他们过早的把 EZ 给拿了，姑妈 UC 整个第2赛段加 MSI 也就玩了1次 EZ， 马后炮来说这个组合标剧没有必要拿那么早，但也不怪标剧，他们也想不到决赛上韩华的变阵那么快，只是确实从结果看，拿了维克多去兜底是亏了一张好牌了。BO5 的整个走势，标剧就变成了第1次打 BL 巨时的那个韩华，就上来 Z 卡阿卡丽永恩双招牌被烧掉，还输了，一下子就有点没牌可打，后续很容易无计可施。你想让左手站出来，没有特别好的角色啊。在赛后采访里，丹尼对于非 AD 英雄他是这么解释的，他说必须要有强势的上路英雄，非 AD 英雄才能闪耀。我给大伙解读一下丹尼的这个分享，就目前大伙的认知是，上路法坦大肉他非常克制 AP 法师下路，因为后期团战你打不动，但 AP 法师的核心价值它是单挂也能发育，团战也能有用，同时能解放辅助去帮助其他路提速。这也是为什么2队的杰斯纳尔在决赛上是根本都不放的，因为这2个英雄在边路真的不太有天敌，唯一能扛住对线还有点用的塞恩被削的也很弱了，胜率很低，所以当下上单其实很敏感。假如我上路选能有现优的，压得对面喘不过气，那么游走辅就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比如圣爵上那把宙斯的武器打朗姆，冰的朗姆对线没输什么，就和平发育，然后2边都投入辅助在上半区打架，那此时标剧处理得更好，游戏就直接结束了。而上单能 counter AP 下路的那些大肉又普遍需要发育，哪怕是多兰被 BB 的大虫子啃的那把，其实多兰对线期处理的好一点，虫子不要上来就那么肥，水鬼也是有机会油爆他的。所以从除非 AP 下路这一点，关键就在于你上路得先出一些强势的角色，打出你的压制力。这也是为什么标剧第1把会给冰选到鳄鱼，因为 BP 它是连续性的，你不能孤立的看单把。如果第1把冰的鳄鱼上路把宙斯要发育的朗姆压爆了，而下路巴德游走配合优势的上路直接把韩华上半区捅穿，那么整个 BO5 的 BP 走势都会完全不同。因为站在韩华视角，我上单拿劣势对位，我扛不住线啊，会被冰压制的同时，你还得担心欧恩的游走，所以此时韩华就得更多的把辅助位解放出来帮上路，那 BLG 才能放更多的 AP 下路出来，甚至宙斯也不一定敢顶着冰的剑魔去选择蒙多这种英雄，但偏偏第1把上路被抓爆了。站在韩华的视角就是，我们下路抓对线，上单自己和打野找机会，能够把游戏节奏往我希望的方向走，那么很自然的，当他们1比2落后时，他们也会回到这个赢过的板子里。韩华不是在压力下变形的，反倒是领先的 BLG 在牌库逐渐被烧干的情况下，压力并没有因为比分的领先而缓解，所以丹尼的 BP 魔法失效了，它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，只能说高手对抗就是棋差一招一念之间。
所以最后我们聚焦回选手，其实对选手锅不锅的，绝大多数观众还是看结果的，这当然也非常有道理。但如果只讨论某一波的情况下，往往会有点过度引导吧，会有观众评判啊，那谁谁谁怎样怎样，你怎么不说，对不对？也确实啊，按逐帧和结果论倒推，每个选手都肯定会有问题，而且博弈它是动态博弈嘛，所以一般我都会尽量在复盘里多聊一些。但这期呢，因为嗓子确实不舒服，我不想聊得太复杂，所以我就先表明一下我的标准是什么，4个字，就是团队节奏。在我的角度，其实不影响团队节奏的行为，真的都还好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第一把很焦灼的龙魂团，双方都3条龙，那这里 Viper 中路仗着自己有意想清线的时候操作一下，被卡纳米踹了回去。从选择的角度，这里卡纳米的选择并不好，因为盲僧没有复活甲，下面一波核心是龙，如果他是回旋踢或者 R 闪都是可以的，因为你留有位移回来。但因为这波 EZ 躲了发条大，盲僧只能选择 all in， 所以卡纳米他只能是一个摸眼加 R 闪，那盲僧就回不来了。而局面如果是 Viper 和盲僧打了个1换1，其实 BLG 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后续是小龙嘛，韩华不可能在 BLG 有打野的情况下去开小龙，尤其打野是有位移的狗子。只是这里 ON 为了救 Viper， 他闪现下去开门，下路直接一起死了，导致本该 4v4 的局面变成了3v4， 同时还帮韩华开了门，导致 Knight 的闪现白掉，也间接导致后续小龙坑啊 BLG 因为没有视野熏踩到夹子白给。但在我的视角，那这种就是没有操作过，就很可惜。我可惜的是 ON 一开始的 Q 没有压到卡纳米的摸眼，不然局面可能会因为操作而完全不一样。那这种属于在合理的操作博弈下，你博弈输了，我是可以接受的。BO5嘛，它长盘，它会因为某一个操作而输掉一局，但不会因为某个操作而输掉整个 BO5， 那这就是我的标准。这种0场极限微操类型的操作问题，它不是个扣分项，但如果能在这种0场上做得更好，那在我这里是加分项。所以站在这个角度，我们来看宙斯和冰的区别。当下的情绪主要就是这次 MSI 的失利，因为冰他抢亮眼，为了单杀，为了抢 FMVP， 所以把比赛送掉了。我觉得结论可能本身没什么问题，冰大哥确实被宙斯对位爆得很惨，但这个论调有一个隐藏的观念，就是仿佛冰只要端正的态度，不想亮眼，乖乖当狗，那这个 BO5 已经拿下了。冰只是输在了态度，但实力他是没问题的，有点像我们家孩子读书成绩不好，只是因为不爱学，而不是不聪明。尤其我们也看过了，哎呀，圣爵打韩华，冰哥稳下来的模样，所以决赛打成这样，这个论调确实好像有点道理。但我前面也和大伙说了，决赛的 BP 环境和圣爵完全不一样，冰在决赛上要承担的职责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聊上路对位，我先提一个我个人的主观观点，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其实不给队友添麻烦，在职业赛场上本身也是一种能力，就像宙斯输掉的22年决赛那样，难道宙斯主观上我不想稳下来，我就是要故意和 Kingdom 单挑然后被单杀吗？我就是不想赢吗？我认为不是这样的，不是那个阶段的宙斯想不想的问题，而是他做不到的问题。而冰在本次 MSI 上，其实我认为也是相似的情况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做不到。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很早就聊过的，游戏智商这块冰大哥有所欠缺。决赛上那些让人血压升高的画面，本质在于冰失去对游戏掌握后的一种形变，因为他被宙斯在游戏智商这块碾压了，他有力使不出。我给大伙儿举个正反例，第4把冰大哥的那个勾引，就这波问题和可惜在哪儿？问题是这把的主角不是他，可惜的是他已经靠着自己的操作判断掌握了很大的优势。会玩上单的都知道，这个线其实冰只要愿意，他能无止境的给 BLG 的团队拿东西，就把这个线卡着。这里冰不急着去压宙斯出经验区，再撑10秒不被抓死，这把队友都能借他的势。因为熏的野区啊是往下刷的，而正常来说千珏这里带着装备，下一步是要配合蝎子进巨魔蓝区反野怪的。BLG 他选岩雀和蝎子，目的就是要在野区打架。没有冰的这个意外，他这里逼卡纳比出来解线，甚至我不说他解线吧，哪怕被脏抓死一次，熏到下半区野区的时候他再死，BLG 都能够1条龙加1个印记，完全可以接受。但偏偏冰就想自己扩大优势，就死得太敏感了，上路出事儿，野辅想把平衡拉回来，就改变了队伍原本的节奏。虽然一开始击杀了辅助，但后续可以看到 BLG 这里嘴型上也在沟通闪现，结果就是一口气吃成胖子，然后被操作。实际上卡纳比这波抓上，冰第一时间填压就已经死了，只是说卡纳比他不确定熏在不在，就卡纳比也在烧脑，你野辅不在，你敢这样走位吗？结果真就喂到嘴里了。只能说这里冰拿到优势后太想单人穿线了，少了对全局的思考。就为什么我认为这波的负面影响是比前面 ON 那种操作失误要大的，因为任何 BP 下来每个人的职责是不同的，这把熏就是唯一的核心点。 Knight 都选岩雀了，所以游戏节奏一定是由熏来掌握的，他是主导。当然这里熏也失误了，拉3狼拉脱了，不然他可能就不会去上野区了，而是到 F6 这里，后续的节奏可能也都不会发生。但可惜就可惜在明明可以双赢都有发挥的局，却因为被宙斯勾引变成了双输，就
别看标剧野辅先抓死了 Delight， 但实际上这种节奏本身就已经超出标剧团队预期外了，原本预期的龙节奏就没有了，就变乱战了嘛。所以哪怕我们换10000个角度，这里卡纳比3万人就走了，宙斯被标剧野辅给击杀，其实都不如勋顺刷下去，然后利用蝎子加千局的打架优势在小龙上起节奏。我们看韩华这边，姑妈 UC 在上路兵送头以前就已经选择回家了，在勋路头前，他们知道标剧的打野他是往下顺刷的，那我辅助不在，我提前回城去规避可能出现的越塔 gank， 我自己亏一点，不给队伍添麻烦。而冰，我觉得就是他意识不到这一点，他看到的游戏画面是我再消耗一点逼他回家，我这里升6来波单杀，或者说再卡一下我的辅助就要到了，反正这个线的位置就是随便抓的。他看的是对线，但全局的视角少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表达冰的处理不是因为主观自私，而是一种能力缺失。第5把标剧先拿剑魔，就是觉得拿了剑魔，韩华不敢选蒙多嘛。这个对局对于蒙多来说压力是很大的，冰会一直轻松发育加一直有限，理论上他的优势应该是能辐射到4个队友的，这也是为什么网上对他的抨击那么多。不是说第5把冰真的就是最大问题，而是他本可以，或者说他本应该带队。但我们来看宙斯的视角，来看他劣势是怎么侧面辐射出去的。他首先绝对的劣势对位，事实上按他的说法，他都没打过这个对位，我估计冰也很少打这个对位，所以两边其实对线处理都很保守。在游戏7分钟这里，因为下路被抓死，宙斯选择亏了一波线去下，这波换线丹尼在赛后表述是标剧做了个错误决策的，因为他们把下路换了上来，但下路和打野都没有大招，所以韩华虽然上一轮下路死了2个头，但反而韩华能控这个超宠，而这其实是标剧不希望看到的。这轮换线虽然标剧意识到了，也跟上了，但实际上他们就不该把下路换上来，这里应该是8级大剑魔就待在上路，韩华的下路是不可能对这个剑魔有任何击杀角度的，只要欧文在附近。但这波肯定不能怪冰，这里是团队决策，像这种抢回合标剧也常做，我们只能解读为这套体系打少了，对局势的判断有点紧张。可真正两边上单出差距的是下一次换线，还是那句话，蒙多他没有线权嘛，所以对线的主导权应该是冰，但问题是冰对于什么时候回城什么时候帮队友没概念。在10分钟这里，冰已经把蒙多的血耗到残了，并且小地图已经看到了云安娜，这里韩华想把蒙多换上去的想法昭然若揭啊。那么此时你知道蒙多要回去，想保留自己最大影响力的办法是什么？当然是同步回城，我走上去留着 TP 去让韩华在龙团这块投鼠忌器，甚至如果角色互换，我认为宙斯玩这个剑魔他根本都不会做这个前压动作，而是更早的找地方回城，用更早的转线去逼迫蒙多交替。但兵哥意识不到这个，他反而先去野区配合队友集合了一下，这里既有护着队友，也有找一个不会被打断回城的意思在。但我们看宙斯，其实上路这波线说实话他是可以不用 TP 的，几乎他就是一个平线的情况。宙斯其实真要想啊，这个 TP 他也可以省，但他知道他现在和剑魔在正面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世界，都有 TP 他是亏的，所以他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策，就是回城马上前踢，然后全技能清线把线速推进去给兵压力。兵因为前面去野区晃了一波，回城本来就慢，这波因为宙斯的速推，担心被吃塔皮养肥蒙多的兵，他直接就把 TP 给交了出去。而宙斯清完线后又马上往河道走了，并且给队友拼了兵没有 TP 这个信息。假如兵不跟踢，不接蒙多这茬，那么宙斯会趁这个时间去野区看看，甚至逛去中路也说不定。说白了，这个 TP 就是宙斯逼兵交的。在电光火石的游戏回合，你脑子抽一下那就完蛋了。这也是宙斯赛后所说的，他思考作为上单如何把影响力发挥到游戏整体。我是对位坐牢，但我依旧可以帮团队减轻负担。这2个例子作为对比，我觉得依旧足以说明问题。我最后再聊一波关键团吧。宙斯作为 FMVP 的发挥确实让我觉得恐怖。最后男爵团从上帝视角看，标剧有些着急，但其实标剧有自己的路径，就是这里公妈 UC 的春哥还没买，而剑魔和勋都有春哥，那勋更是有闪。这里韩华一旦深入男爵坑，如果被标剧的中野打出配合，未从龙坑飞过来锁头，兔子再跟2阶 EQ 的话，团战是有画面的。就利用逼男爵，你的城墙要靠过来，而去越过韩华的城墙，这个想法我认为真的 OK。但宙斯处理的太好了，我们看他的第一视角，他不但第一时间 Q 到了兔子，更重要的是他主动的驱赶了兔子，尤其是这个 Q 预判了兔子 W 的位置，这太关键了，相当于让能够给勋补上开团伤害的关键人物没了，这里勋就一直不敢开了，导致呢卡纳比都没有跳下来，但 BLG 的阵型就已经散了，而能够如此轻松的达成，就是因为宙斯他的选择恶心到了 BLG， 哪怕是玩蒙多这么笨重的英雄，他都能够对战场有很大的影响力，真的处理的很完美。他这里开扫描卡兔子的位置，真的是把 BLG 逼死了。要知道 BLG 连续2波打出漂亮的团战，但就是这波正面没有打出效果，就是因为蒙多的选择啊，他整个动线完全将兔子排除在了正面战场，不但解决掉了下路，还侧面保住了 AD， 可以说 FMVP 真的实至名归。简单讲，这个 BO5 是宙斯把兵拉到了一个兵完全不熟悉的领域，所以兵自己就彻底爆掉了。而圣爵上兵没有发兵，很大程度是因为宙斯和韩华并没有针对这些做布置，而 BLG 在团队上掩盖了这项能力的缺失，就玩不好的这种画面，本质就是游戏能力的一种体现。所以说的更残酷一些，有没有可能是兵他菜了，他的实力是有限的，虽然他
他在某一方面确实出类拔萃，但在某些环节的能力上是缺失的。在许多对局不需要比拼这些时，那问题不会出现。可比赛进入到这种未知部分，兵的本能习惯反而成为了突破点。就团队和个人能力其实并不冲突，过度的团队容易养跌，过度的看重自己的个人突破也会给到机会，两者都有伤害队伍的可能，所以才需要上路去思考、去学习。就为什么兵哥到了26年，他的底牌依旧是武器大师，而宙斯已经从当年的永恩变成了能靠冰鸟、蒙多、乌鸦的上路了。两者本质差距是思考，是对游戏的阅读。这不是兑现这种硬实力的部分，但它也是游戏实力的部分。它就像一个考点吧，可能99%的考试它都不考，但这次考了，那想的少的就完蛋了。而且即便抛开这一点，兵的英雄池也是吃亏的。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，BLG 今年给我们带来新东西的、有惊喜的中下野辅，其实它都有新牌，但兵呢，我们会发现其实真没有啥新东西。就兵从来没有引领过版本，大伙有没有发现？他没有那种突然掏出来，然后别人想都没有想过，但你又觉得哎莫名其妙契合版本的牌。英雄池上兵肯定不算差的，但总体都在他的舒适区，很符合版本，但他不能够引领版本。其实宙斯的蒙多乌鸦熟练度真的很高吗？我看未必，但他会思考，会想当下的赛事环境需要上路做什么，而想在这些生态下有影响力，又该要什么。于是我们看到了让 BLG 和 Lion 都很棘手的乌鸦和蒙多，它不复杂。如果赛程多一个星期，可能其他队伍也练会了，但对于韩华来说，这些牌够他们夺冠了，这些选择本身就已经事半功倍了。我想这就是世一上最有力的证明，这就是宙斯的游戏智商体现。而因为他有这样的思考，他才会能阅读到比赛里他该做什么，他怎么去引诱对手，怎么去发挥影响力。只能说神王之所以是神王，他是有道理的。所以希望这次失败能够让兵真的觉醒一下吧，好好的反思当时的上头是否是因为自己能力的缺失，如果是，那就真的好好打基础，抛弃对自身能力的幻想，踏踏实实的去提升。对于很失落的BLG粉丝，我最后分享一段来自曾经帮助我 RNG 在 S8赢下无数硬仗的前女篮心理辅导老师黄青老师的这段话。奥林匹克精神2条，第1条全力争胜，第2条要有风度的接受失败。但你要选择的这个职业，胜负就是你每天要面对的。还有明天，我们还有以后，所以大家要从这里走出来。这段话送给BLG，也送给因为这次失利而遗憾愤怒的观众。EWC 已经开始了，黄金之路没得走了，那还是老老实实的从提升自己出发，老老实实的上路吧，不要把失败只当做一次失败，而是要把失败当成成功的契机。这是 Faker 分享过的心得，希望这次的失败BLG能够吸收，希望冰大哥能够有所改变。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，我是袁某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